报销差旅费的时候，财务直接把发票扔了出来。公司新规定，住宿费一线城市100每天，餐饮20，你超标了。大姐，我去的是北京啊，如家都得300了，100你让我睡天桥啊？这个我管不了，老板的规定。我看了一下手里近5万的发票，半年工资垫进去，加上刷信用卡，才勉强维持自己的生活。不给报销的话，饭都吃不起了。想着自己对公司的贡献，满心欢喜地去找老板，没想到老板直接说：都说了是规定，你找我也没有用。大家好，欢迎来到我的频道。为了完成公司一个几百万的项目，陆续出差几个月，项目快做完了，差旅费不给报销了。之前利用出差回公司汇报工作的间隙找财务，财务一口回绝，报销必须在月末那一周。问题是，一到月末就要跟客户开项目总结会，我怎么可能在公司？只能等到月底那周初跑回来报销完，再回去开项目会。结果住宿和餐饮超标了。财务板着脸，反反复复就一句话：只要老板签字，他就给报销。我拿着报销单找老板，给老板解释：老板，100每天在北京肯定找不到酒店啊，你都没去尝试，我不知道你这个肯定是哪里来的。北京的如家都300块了，我住的是150的小旅馆，已经很便宜了，不信你去网上找。老板冷笑着拿出手机，一阵操作，找出了几栋青年公寓，一晚上50。你看，需要我帮你订吗？那个是青旅，8个人住一间屋子那种。然后呢？别人能住，你为什么不能住？我要加班啊，8个人根本没有办法干活。还有，私人物品和公司电脑丢了怎么办？老板可能觉得我说的有道理，不过他马上一通找到了通州和门头沟的如家酒店，的确只有100。老板，虽然这2个地方属于北京，但是到客户那边需要坐高铁。老板打开地图看了半天，不对，有公交啊，你早点起不就完了？我忍住想骂人的冲动。那20块餐费也不够吃啊，北京一碗炸酱面都快20了。小白啊，这个我更得说到你了，如果你不出差，餐费是不是自己掏？你出差了，为什么就不自己掏了？出不出差你都要吃饭的呀，我给20块也是给你们的一个福利，最起码每天拼好饭的钱够了吧？我彻底无语了，加上公司让坐绿皮火车，出差3件套，坐绿皮车，住青旅，吃拼好饭，谁爱去谁去吧。看着老板一脸无耻的样子，我知道这个钱老板肯定不会给了。不管了，按照财务说，住宿100，餐费20，还能报销4万多呢，先拿出来再说，毕竟此时的我吃饭都成问题了。可是万万没想到，就算我愿意吃这个亏，财务还是不给钱。我回到工位，改了一下报销金额，找到财务，把报销单又交了上去。李会计，这样吧，你就按照住宿100，餐费20帮我报销吧。李梅接过我的报销单，看了一眼，又给我扔了过来。报不了，我都同意按照公司规定报销了，怎么还报不了？发票金额和报销金额不一致。没关系啊，发票金额已经高于实际支出了啊，就按照公司的规定给我报销就行。国家的发票管理办法也允许这么操作。国家是允许，老板不允许，老板要求金额必须一致。我火气马上就上来了。李会计，我快1年没报销了，自己的钱给公司垫了5万多了，而且我只按公司扯淡规定报销4万多，能不能好好给我把这个钱报销了？白经理，这是老板的要求，你要有老板的签字，我随时给你报销。我看着李会计油盐不进的样子，只得又回到老板办公室。老板，财务这边说发票金额高了，需要你签字才能报销。老板拿过报销单一看，少了1万多，马上就乐呵呵地对我说：小白啊，你也知道，这么大的公司也不能靠人管，得靠制度。这次就当你花钱买个教训，本来公司是不允许的，但是为你破例一次，下不为例啊。说完，在报销单上签了字。黑了我1万多，他当然愿意签字了。
拿了老板的签字，我再次跑到财务部，刚把报销单递过去，会计又给我扔了出来了。报不了。听到这句话，我一下子血都快冲脑门子上了。又怎么了？老板规定每个月报销上限是5000，你得分成9个月才能报销，回去拆一下再拿来。我努力克制住自己的情绪，深呼吸了一下。李会计，有什么问题你不能一次说清楚？公司的财务制度就在墙上贴着呢，你自己不看我有什么办法？我抬头一看，果然贴着一张通知。问题是谁没事跑到财务去看通知？我觉得自己要爆发了，声音逐渐开始变高了。报销款是我替公司垫付的，是公司欠我的钱，并不是奖金或者工资。我花了近5万，为什么要分9个月还给我？你要付利息给我吗？结果会计还是那句话，这是老板规定的，只要老板签字，我随时可以报销。又是老板，看会计那个样子，我估计也说不通了。于是我又一次去找老板。老板，财务那边说公司新规定，每个人的报销上限是5000每个月。没错啊，是这样规定的。我一直出差，没时间回来报销，攒了大半年的报销，即使按照公司差旅标准报销，也有4万多啊。老板头也不抬地说，那你就拆开来，每个月报销一点啊。问题是我每个月都出差，差旅费差不多就5000了，按照公司规定，我这4万多永远也报销不了。这是我替公司垫的钱啊。老板听我这么一说，才慢慢抬起头。小白，没有规矩不能成方圆，这么大公司必须得有制度才能管理。你没有按时间报销是你的问题，而且我刚跟你讲了，只破例一次，下不为例，你怎么还来？老板，每个月末都要在客户那开现场项目会，我没办法回来啊，怎么可能报销呢？你看，小白，你总是这么绝对，你想办法了吗？你都没有去尝试，怎么就认为不可能呢？项目会是客户要求必须参加的啊，我真的回不来啊。你可以把发票填好寄过来啊。我靠，我怎么知道公司最近多了这么多狗屁倒灶的新规定？而且我之前也寄过，会计说我的发票没有横着贴，扔在办公室好几个月。不过我要这么说，他肯定会加一句，那你为什么不能横着贴呢？反正主打一个怎么都有理。我一肚子气从老板办公室走出来，没办法，先报5000块出来，毕竟还有信用卡要还，还要吃饭，工资全部都垫付了差旅费，已经身无分文了。终于第4次，财务接过我的报销，依然板着脸，白经理，这次报销单没问题，看来你会遵守财务规则啊。要不是着急要钱，我可能真的一巴掌就抽过去了，强忍着愤怒问，谢谢李会计，报销款什么时候下来？快的话跟下个月工资一起发放。现在是月末，下个月工资要到下个月月中发了，也就是接近2个月后才能拿到。我一下子就懵了，还等着报销款吃饭呢，上个月工资刚到账就被信用卡欠款给扣了，真的身无分文了。李会计，能提前吗？我是真没钱了。白经理，报销的流程就是这样的，我们要验发票，还要做账，哪有那么快？又是流程，我不知道设置这些流程的意义在哪里，就是为了卡我们这种普通老百姓。我打算退而求其次，李会计，那我能预支一下这个月的工资吗？的确是没钱吃饭了。不出意外，还是那句，只要老板签字，我就可以。李会计，你能不能站在我的角度上想一想？我已经付费上班大半年了，工资和自己的积蓄全部倒贴到差旅费里了。李会计一张扑克脸，重复道，你有老板的签字，我马上给你预支。我有点怀疑李会计是机器人，每次都是只要老板签字我就怎么样。无奈之下，我又找到老板，老板倒也没有拒绝。小白啊，你应该知道预支工资是有财务成本的，本来我这些钱放在银行有利息，既然你现在身无分文，需要预支工资吃饭，我也不能见死不救。但是亲兄弟明算账，这部分利息的损失你得承担。这样吧，我给你批5000，按照5%算利息，
你实际拿4750吧，那250块就当作是利息。合着这孙子知道有资金成本啊。那你把我的报销款压那么久，怎么不多给点？今天我算是开眼了，从开始到现在被拿捏得死死的，真的是付费上班了。想到马上就没钱吃饭了，我只得忍着，昧着良心说谢谢老板。不用谢，好好干，用实际行动来报答公司吧。报答？等着吧，我一定会加倍报答的。第二天刚上班，北京的客户打电话给我，今天月底项目总结会啊，你怎么还没来呢？抱歉啊，我们公司规定月末才能报销，我回公司来报销差旅费来了，你要不找我老板安排一下其他人？客户一听就炸了，报销？你是在跟我开玩笑吧？你就为了报销不开项目会？你知道我们项目马上就要验收了，每个人都在加班，你去报销差旅费了？王总，您别着急，我大半年没有报销了，连吃饭的钱都没有了。如果昨天不回来的话，今天可能就流落街头了。王总完全不听我说的，我现在就打电话给你们老板，看看报销重要还是项目重要。客户2期项目预算可能会到1000万，这个大金主，老板肯定不敢得罪。果然，不到3分钟，老板直接跑到我办公室开始咆哮：项目马上就要验收了，你怎么还在公司？老板，我也想去，但是没钱了。不是刚给你预支了5000块吗？是4750块，不过都还了信用卡，现在身无分文了，买不了车票，也住不了青旅，更吃不了拼好饭。老板听完直接愣住了，但是马上又板着脸问我，你是不是不想要提成和项目奖了？我猜到他要拿提成和项目奖来吓唬我了。老板，如果我继续留在北京，项目能不能完我不知道，我肯定玩完了。我现在身上1分钱也没有，连去北京的车票都买不起，还怎么考虑项目奖啊？总不能去借网贷吧？为了公司，借一点又不是什么大事。老板，我预支工资你给我打95折，我再去借网贷垫付差旅费，里外又差了几个点，合着我工资以后就打9折了。老板看我比较强硬，走的时候跟我说，在财务那预支5000块，现在马上去。还收5%的利息吗？如果收的话，我觉得不划算。老板被我这句话噎得半天不出声。不用了，这算是公司预支的差旅费。我马上填好借款申请，找老板签字。老板气汹汹地签好字：小白，以后不要这样，工作为重，不要因为这点钱影响到项目进度。这点钱？真好意思，要不是你定的这些奇葩规矩，我愿意坐着绿皮车往返北京这一趟。当然，我的目标是拿到钱，没有必要跟他撕破脸。于是应了一声，马上找财务。财务很快就把钱转给我了。拿到钱后，我吹着口哨回到办公室继续玩手机。我才不想去北京吃拼好饭呢。还没玩多久，老板路过的时候看到我还悠哉悠哉地坐在办公室，气势汹汹地就进来：白经理，你怎么还在办公室？客户的项目会在今天下午。老板，5000块也只够我还信用卡，还完信用卡就没有钱买票了。老板脸涨得通红：你故意的吧？公司规定只能月底报销我才回来的，我的确没钱了。你预支的5000块差旅费刚到我账户就被信用卡欠费自动扣了，我也很无奈啊。我话还没说完，老板电话又响了。我一听就是客户王总的电话，我听见他对老板劈头盖脸一通骂，并且让我下午务必出现在项目会上。我清楚地听到王总对着老板喊：2期项目你还想不想做了？挂完电话，老板咬着牙问我：你信用卡还完了吧？还欠5000多呢。这样吧，你赶紧去财务那边预支1万块，买中午的机票去北京。刚说完，他又回过头：算了，我让我助理给你订机票吧，你去预支钱去。看来老板的确急了，之前出差都是绿皮火车，高铁都不让坐，现在直接飞机了，而且是当天的机票。我刚看了下，只有全价票2000多，估计老板心在流血。我找到会计，拿着老板的签字，又要预支1万块。李会计一副不可思议的表情：白经理，
你太厉害了，就2天从公司倒腾出去2万块了。李会计，你说话要严谨，我该拿的都没有拿回来，怎么叫倒腾？按理说，公司昨天就应该给我5万块，我其实还是吃亏的。拿到钱以后，助理已经把机票订好了，时间紧张，老板让他的司机送我去机场，我也享受了一下老板的待遇。不过，跟老板搞到这个份上，估计在公司是干不下去了。老板捏着鼻子给我批钱，无非也是想着我完成现有项目的验收，以及顺便帮忙拿下2期项目。项目验收完，我肯定要滚蛋了。5%的项目提成算下来也有20万，还有报销差我的3万多，这些钱要拿回来估计就难了。好在我有后手。很快1期项目验收完毕，我也终于不用坐着绿皮火车去北京吃品好饭了。王总那边很给力，结算很快就到位了，400万的项目款已经打到公司账户了。老板开始了卸磨杀驴了，2期的项目交给另外一个项目经理张静去对接了，也没有给我任何新项目，把我架空了。老板估计正在筹划怎么兵不血刃的让我滚蛋了吧。作为驴，我也不想等。当我看到月底工资单没有这笔提成和奖金的时候，我就找到了李会计。李会计，这个月工资是不是弄错了？老板答应我的20万提成怎么没有打到我账上？李会计还是老样子，白经理，要是有提成，老板会跟我说的，老板没说，就是没有。怎么可能呢？老板都说好了的。那是跟你说好了，又没跟我说好，你别站这儿了，我还忙着呢，有啥事找老板，只要他签字，我马上就给发。我觉得李会计完全可以被 AI 代替了，反正就一句话，只要老板签字，我马上就办。我刚打算走出门，李会计加了一句，对了，老板说把你的报销暂时停了，你也别来问我为什么不发报销款了。提成和奖金不给是在我预料之中，报销款都不给了。好吧，看来老板卸磨杀驴要杀得很彻底啊。我倒是要会一会他，看这次他还能说出什么场面话来。老板，李会计说我的项目提成你这边没有批。是啊，是我跟他说的。项目验收完了，老板也不用忍我了，说话直截了当。可是我们之前说好了要给我20万提成啊。本来是要给的，但是这个项目算下来没有盈利，而且你在项目重要节点没有在现场，导致项目验收延误，综合考虑一下，这笔提成取消了。没有盈利，李会计不就是你的傀儡吗？你让他算亏400万，他也能给你算出来。可是我们的提成是按照项目金额，并不是利润。我没在现场是因为我要回来报销，也不是我的错。还有，没有提成也应该有项目奖吧？你的意思是公司亏钱还要给你发奖金？这个世界上哪有这样的事？我已经决定了，不单单是你，所有项目组的人都没有奖金，不需要再讨论了。果然跟我想的结果一模一样。我如果继续争论，老板下一句就应该是能干就干，不能干就滚蛋。要到钱之前不能撕破脸，我赶紧换个话题，那我的报销呢？还有2万多的报销款，李会计也说停了。是的，也是我让停的，因为这个项目没有盈利，我让李会计去审一下你之前的报销凭证。谁知道你有没有报了不该报的费用？等审核完没问题了，会给你发的。我差点就对他说我信你个鬼，不过时机还没到，我还得忍着。行，老板，那我就等李会计审核完了再说。老板有点诧异地看着我，可能他以为我会生气，然后吵一架，拍屁股走人。毕竟他刚才的每句话基本上都是为了激怒我。我是跟他有仇，不是跟钱有仇，一拍两散，找谁要钱去？也没等他再说话，我就走出了老板办公室，回到自己办公室继续摸鱼。反正在这也干不了几天了，拿到钱就算他不赶我走，我也自己会走的。张静从北京回来了，也不知道是青旅住的不舒服，还是绿皮火车坐的不舒服，脸色蜡黄。等他刚进了老板办公室，就听见老板一通咆哮：1期都拿下了，而且做得很好，2期为什么不给我们？王总之前不是都答应了吗？
我顺着办公室门看见张静站着不说话。你再去北京找到王总，这个项目一定要拿下。老板，我已经堵了王总好几次了，人家压根不理我。你先出去。我看张静哭丧着脸走了出来，老板拿起手机去打电话了，估计是自己打给王总问情况。可惜王总似乎并没有接他的电话，打了几次，气得老板直接把手机扔在桌子上。我看老板在办公室着急地走来走去，等了半天，出门叫我过去。一进门就跟我说，你知道王总那边什么意思？27为什么不给我们了？我不知道啊，之前一直说的好好的，只要17顺利验收，27肯定会给我们啊。老板听我这么一说，似乎抓住了一根救命稻草一样，他真的这么说了。是啊，就跟我吃饭的时候说的，而且跟你打电话的时候也这么说了。老板的态度马上就好了起来。对，我也记起来了。小白啊，你也知道，公司今年运营不好，如果这个项目拿不下的话，明年大家都喝西北风了。老板，这个项目是张静负责的，我也不好插手。说完，我转身要走，老板马上着急地拦住我。张静找过王总，人家面都不愿意见，看来这个项目还得你出马，如果你拿下27的项目，我给你提成加到10%。这个饼画的我都不知道他自己相信不，按照项目17的操作，让李会计算个项目亏损，我是不是不仅拿不到提成，还得倒贴进去？老板，提成比例我觉得为时尚早，拿到项目才是重点，我去试试吧，毕竟17我们做得很好。我话刚说完，老板马上就信心满满，放心，小白，公司不会亏待你的，你有什么要求随时提。倒还真有个小事，能不能把20万提成和报销的3万给我？老板脸色马上就变了，你是来要提成的吧？别，老板，听我把话说完，我也不是现在要，等项目差不多了你再给。老板见我不想绕弯子了，他也干脆不绕弯子。好，拿下项目，我马上就给你23万。老板的算盘打得好，27项目预算上千万了，拿提成我可以拿好几十万，现在他只需要把该给我的20多万给我就可以了，怎么算都很划算。可惜人越贪婪越容易被利用。1周后，我带着客户的合作意向书回到公司，老板看到后有点疑惑，怎么是个意向书？为什么不是合同呢？我冷笑一声，老板，我觉得我们也不需要互相打哑谜了吧？如果合同签了的话，我的提成还能拿到吗？老板尴尬一笑，再遮遮掩掩，就真的是把我当傻子了，还不如敞开了谈。再说，这本来就是赤裸裸的交易。既然你把话说开了，我们不妨明说吧，我把提成给了你，万一你拿了提成跑了怎么办？你已经有了合作意向书，如果我跑了，你让张静继续跟进，这个项目肯定也能拿下。老板迟疑了一下，接着问，你不会是做了一份假的来骗我吧？你翻到意向书的最后一页，有王总的签字和客户的公章，万一不行，你打电话给王总确认一下就好了啊。老板马上翻到最后一页，果然看到了王总的签字和鲜红的公章，同时还看到了合同金额居然高达1500万，远高于当初预计的1000万。我看老板还是有点犹豫，似乎被这个大单打动了，但是又担心钱给了我，后续单子又拿不到，需要我给加把火。你想想，做生不如做熟，你站在王总的角度上考虑一下，17我们做得很好，技术团队也很给力，而且17售后服务也在我们手里，如果贸然换一家新的供应商，万一项目实施的不顺利，他怎么去跟董事会交代？更重要的是，新的团队也需要磨合，他们的进度要求高，加上17的服务和27的服务，如果找2个团队，成本也高了。如果你是王总，你会怎么决策？我的一席话最终打动了老板，他笑得嘴都合不拢了。你说的有道理，我跟王总确认一下就给你转钱。说完就给王总打了个电话，这次电话接起来很快，一番客套后，确认了意向书的真实性后，老板把李会计叫过来，让他把我的提成和报销款马上打给我，然后问我
什么时候去找王总签合同？钱到账我就去北京。1个小时后，我就收到了转账信息。看到钱已经到账，我马上把早就写好的辞职报告发送给老板和人力资源经理，然后收拾好东西，头也不回地离开了公司。签合同？见鬼去吧！离开公司大楼，我马上就关了手机，一个人跑去新疆玩了1个礼拜。看到祖国大美河山，心情格外愉快。打开手机，看着老板发的上百条短信，心情更加愉快。无非就是先是吓唬，接着辱骂，然后乞求，到最后绝望，威胁我要告我诈骗。短信还没看完，老板电话就打过来了。小白，你在哪？打了这么长时间的电话，为什么关机？赶紧回公司来。老板，我已经辞职了，不回去了。我还没有批准你的离职申请，你就还是公司的员工。如果你马上回来，我就不追究了。你也别拿老板的身份压我，你就当我旷工了呗。说完，我就挂了电话，拉黑关机一条龙，继续玩。想起老板气急败坏，但是又无可奈何的样子，我玩得更加开心。等我玩够，开开心心地回到家，发现公司保安居然在我家门口。看我来了，保安大哥赶忙打电话给老板，老板，白经理回家了。话还没说完，就拉着我的胳膊，可把你给等着了。老板让我在这等你，等不到你不让我回公司，你可不敢再跑了啊！你都不知道，公司最近不少人离职啊，乱得一塌糊涂，我也是来这里躲清闲的。老板也是个人才，直接派人守株待兔了。项目奖不发，出差这么抠搜，员工不离职才怪了。不一会儿，老板气喘吁吁地跑到我家，张口就问：王总那边怎么回事？我不知道啊，我离职了，这事跟我没关系了。你故意的吧？联系不上你，我让张静去找王总，王总说第2期的项目给别的公司了，至于那个项目意向书，只要参与竞标的都能拿到。我已经说过了，这事跟我没关系，业务上的事情你去找张静啊。老板应该看出来这是我设的一个局了。小白，你知道你这样我可以告你诈骗的。那你告去，我拿的是我的提成和报销款，你随便去哪里说我都有理有据。对了，上次聊天我有录音，那23万我们一直说的是提成和报销款。说完，我拿出手机给他播放了一段。老板看我都准备好了，也彻底死心了，终于问出了他最关心的那句话：到底怎么回事？王总为什么愿意配合你唱这一出戏？我请老板进了门，看着他把手机放在桌子上，屏幕是暗的，没有录音，我才开口：你做错了很多事，包括设置障碍，不给我们报销，压低我们的差旅费，但是这些都不是致命的，最致命的是2件事。老板一脸疑惑，可能到现在还没有意识到自己的问题。首先，你不应该扣我的20万提成，你可能不知道，里面有1半是王总的。老板听完，那张老脸马上面如土色，你为什么不跟我说？你要说了，我肯定会给你的。这个时候，他似乎终于明白王总为什么愿意陪我跟他唱这一出戏，可惜晚了。这是我跟王总的事情，本来不想告诉你，现在说出来也是让你死心。老板低着头，他以为得罪的是我，谁知道得罪的是客户。1期的油水少，王总也没拿多少，所以项目初期我就把自己提成的1半许诺给王总。第2件事情就是你明明知道有2期项目，还得指望我们去做。1期结束的时候不遵守承诺，不给大家发项目奖，提成只是得罪了我和王总，项目奖得罪了整个项目组，说话不算数，谁还愿意跟着你继续干？知道为什么这么多人离职吗？老板有点不解地看着我，我继续说，你知道2期是谁中标的吗？知道为什么王总那么信任新的供应商吗？我不妨告诉你，我拿着订单找了别的公司，除了订单，我还给了那个老板一份清单，上面是1期项目核心团队的成员。我的新老板拍着胸脯给王总保证，项目还是原来的核心团队做，只是换了个公司。最近公司离职的人都拿了30%的加薪，去新公司干同样的工作了。老板彻底被击垮了，
瘫坐在沙发上，半天才喃喃道：“你小子自己飞单，还挖走了我的核心团队，你够狠！这也怪不了我，要怪就怪你自己，为什么一个都不愿意留下？友情提醒你一下，我带走的都是真正干活的人，17的售后服务还在你公司手里，留下的那些技术人员不一定能应付得了，你最好赶紧招人，省得到时候技术支持掉链子，客户索赔。”说完，我做了一个请的姿势。老板灰溜溜地走了，他此时也失去了平时对我的嚣张气焰，毕竟后面的烂摊子还得他自己去处理。项目2期进展顺利，毕竟核心团队没变，项目经理也没变，轻车熟路。老板全权将项目交给我，我按照项目进度定期给团队发奖金，大家干劲很足。过了半年，王总找到我：“小白，17的售后支持可能也需要你们接了，你原来的公司倒闭了。怎么回事？”“哎，别提了，差点把我也害了。新招的技术员什么也不懂，出了故障一通乱改，系统差点给我搞坏，公司都出了律师函索赔。”“赔了多少钱？”“赔个辣子，听说老板把公司注销了，也不知道跑哪去了，反正这个行业估计是混不下去了。”我一点也不意外，就他那个格局，估计坐着绿皮车吃着拼好饭跑路了。全文完，感谢您的观看，每天上新精彩小说，喜欢就订阅吧。